牛仔敲开小老弟的房门，礼貌性地问了一句 You Jimmy? Kirsten's boy. I'll take that as a yes. 当吉米醒过来时，已经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。牛仔拿起烧红的铁烙，直勾勾朝吉米走了过去。原来是吉米的父亲给他找了一份工作，那就是加入黄石达顿农场做一名小牛仔。但想要加入农场，就必须在身上盖个印记，而这个牛仔正是农场上的第一猛将李普。随后他露出自己身上的印记。You be a man about it. Don't scream. 好家伙！What are you doing? This ain't no goddamn train station. Sure it is. A long black train. No. 第二天，吉姆带着女友来到酒吧。这小子可能天生自带挨揍体质，有人想撩他女友。Fuck off. What the fuck did you just say to me, huh? Sorry. Fuck off. 说完还告诉女友自己是黄石的人，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。这也应了那句老话：黄石人人都在秀，只有吉姆在挨揍。屋内的队友看到吉姆被欺。
黄石人的愤怒。开头就说过，黄石人报仇从不隔夜。当天晚上，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挺进保留区，老约翰则在直升机上运筹帷幄，双方大战一触即发。不料印区警员早已在这等候多时，他们深知黄石人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在老约翰的指挥下，黄石人立刻回撤，他则利用直升机吹黄石的人有多豪横。凯格为了拔一棵树桩，猛踩油门拼命地拽，不料拖拉机一个倒栽葱摔个跟头，气得他猛踹发动机，然后拿出一桶炸药放在树桩前，告诉儿子捂住耳朵，张大嘴。下一秒，好家伙，树桩是没了，却意外炸出一副霸王龙化石。随后又带着儿子来打靶。海豹突击队出身的凯格百发百中。他在家里玩得高兴，殊不知他老爸还在外面给他擦屁股。1天前，黄石和印区开战，双方各死1人，本来一命抵一命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不料法医结果出来后，发现印区的死者凶手另有其人，而且有2名警员看到是凯哥把大儿子的尸体带回来的。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三儿子，这可不行，一旦通报上去，到时候他8成连这个儿子也保不住了。于是老约翰动用关系，让2名警员主动闭嘴，但法医那块就有点棘手。由于报告已经交到印第安人手里，他们只能选择让印区死无对证。这事儿老约翰让黄石战神离谱去做，因为他办事很稳妥。法医看到是黄石的人，自知大事不妙，他拿起电钻，天真的就要动手。结果离谱哭哧就是一个大铁盘子，还敢反抗，直接让他见大地，然后用十字固送其领了盒饭，再制造出意外事故的现场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。接着老约翰命人连夜火化大儿子，至此所有证据被全部销毁。这就是黄石的手段，惹了他们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。而接下来就是印区的酋长，这天酋长刚出保留区就被一群警员团团包围，很明显这是提前准备好的。酋长被换上一身囚服进了号子，很快老约翰跟他见了面，他就是要用这种手段告诉对方，你也就是在保留区好使，出了保留区你没有任何资本和我斗，还警告他。酋长无所谓的笑了笑，他表示牛群可以给你，但等你死后，你的子女付不起高额的遗产税的时候，我就会出手买下农场，推倒所有栅栏，让你和你家族的痕迹彻底消失，就像当初你们赶走印第安人的样子。老约翰不在意地告诉他，如果不还牛群，你就待在监狱发挥想象力吧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他出门就联系了高层人物，为了黄石的未来，他必须要制定一个长久的策略。第二天清晨，印区就把牛群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，酋长也恢复了自由。这天
凯格带着儿子兜风，途中偶遇一台可疑的陌生车辆，他拿枪慢慢靠近，竟意外发现一名被绑少女。好家伙，这一身好悬没给他老爸送走。好在凯格出身海盗，反应极快，对方看到是硬茬子，开车就跑。随后他将儿子藏到一处管道，自己则开车追了上去。这就是为啥都不让爸爸单独带孩子的原因。管道里的男孩一转身，竟发现一条正在度假的响尾眼镜蛇。男孩拿起石头就砸了过去，但却没有打中。面对这个占了自己地盘还攻击他的家伙，响尾也是毫不留情，这边拼命的咬，另一边拼命的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凯哥回来时，发现儿子手中竟然多了一条上百斤的大蛇，不愧是自己的儿子。而凯哥刚刚也没闲着，为了救那名少女，他利用手中的绳子勾住歹徒，让其脑瓜和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，当场饮恨东北。凯哥想要报案，可女孩不想透露自己被欺负的过程，他只能先清理了现场，然后送女孩回家。女孩家人得知这一情况，连夜和凯哥处理了尸体，一把大火毁。随后拎着铁棍走下车，瓜娃子则掏出小刀，离谱上去就是一钩子。老牛仔一个反手扎在他屁股上，在黄石战神的带领下，局势瞬间扭转。一个瓜娃子拿枪吓唬离谱。
死得这么舒服。他进去拿走自己辛苦得来的奖牌，对着脑袋瓜哭哧就是一脚，再朝面门一记暴踹，这才离开房间。瓜娃子反应过来追出门外。遭到破损，农场主老约翰被彻底激怒。经验丰富的老牛仔找到原因，农场里竟然出现了苜蓿草。牛子一旦吃了这种草，得不到及时救治，就会胀气而亡。海豹突击队出身的他，要用自己的方式对其审问。不料他前脚刚上楼，丹尼尔的贴身保镖就假装维修工靠近，警员刚放松警惕，就被一炮子放倒，接着将其扔进后备箱。屋内的丹尼尔一直说话吸引凯哥的注意，但他属实低估了凯哥的实力。丹尼尔拿枪对准了凯哥，好在警员及时出现。原来保镖刚刚忘记拿走他的钥匙，怒气爆表的凯哥一把抓过丹尼尔，逼问他农场的牛是不是他杀的。
一宿，凯哥也只找到儿子的一只鞋。很明显，小凯是被人掳走了，而贝克兄弟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画面一转，丹尼尔的保镖被无声干掉。不愧是黄石区最大的黑帮头子，手段果然很辣。屋内的丹尼尔碰巧